这一讲我们进入景帝后2年，这已经是汉景帝执政生涯的倒数第2年了。照例又是风雨飘摇的气氛。春正月发生地震，大地1日之内连震了3次。3月，匈奴侵入雁门郡，雁门太守冯敬战死，朝廷派兵增援，屯驻雁门。又因为粮食欠收，朝廷下令内郡不准用粟米喂马，违令者马匹没收入罐。这还只是一个春天而已，却又是天灾又是人祸。我们读景帝一朝的历史，一年年读下来，其实很难感觉到有所谓文景之治的模样，反而呢，年年都是愁云惨雾。下4月，汉景帝发布诏书，篇幅是长篇大论，腔调是痛心疾首，主题是老生常谈，无非还是说奢侈品的制造和买卖耗费了太多人力物力，导致种田和纺织的劳动力不足，以至于今年粮食欠收，老百姓竟然缺乏口粮，责任到底在谁呢？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万事农为本。下5月，又一道诏书，降低做官的财产门槛，家产只要满4万钱就行。这条记载涉及当时的人才选拔制度，值得重视。原先汉文帝时代，家庭资产满10万钱的人才有资格做官。前面讲过，张世之就是这样坐上骑郎的。郎官需要自己解决置装费，不但穿着打扮不能差了，马和鞍颤也要自备，并且也不能差。郎官一站出来，必须是好马好鞍好一身锦缎才行，普通人家呢根本支办不起，而这些东西都是消耗品。郎官当得久了，再不升迁的话，纯属赔本赚吆喝。那么人才选拔为什么这样嫌贫爱富呢？因为在当时的主流价值观里，仓廪足而知荣辱，或者用俗话说，穷生奸计，富养良心。如果财富水平没达标，人品大概率上就不会达标。那么为什么汉景帝一下子把财富标准降低了这么多呢？《资治通鉴》没讲，我们需要追溯到这条史料的原始出处《汉书·景帝纪》，收录有诏书全文。汉景帝的逻辑是这样的，朝廷想要选拔的是廉洁之士，而廉洁之士既然廉洁，一定都是清心寡欲、知足常乐的人，自然就不大可能太有钱。那么拿10万钱这个标准一卡，很多的这个廉洁之士就不达标了，而那些有市级的人，也就是商人家庭，倒是达标，但没资格做官。所以为了给廉洁之士提供更好的上升通道，财产标准就必须降低。4万钱的家产在当时到底算怎样的经济水平，很难讲。如果汉文帝时代的10万钱家产属于中等家庭的话，那么4万钱显然就是中等偏下了。汉景帝的政策虽然扩大了人才选拔范围，但只要做郎官还是要自己承担那些大额开销的话，压着线的那些家庭就必须勒紧裤腰带去躲前途了。当年秋天，旱灾又来了。《资治通鉴》以大旱作为本年度大事件的结尾，依据是《汉书·景帝纪》。而在《史记》的记载里，旱灾之后，衡山国、河东郡、云中郡还有疫情爆发。朝廷呢，为了应对粮食欠收，把刘邦陵墓、长陵一带的耕地租给老百姓耕种。转过年来，景帝后3年，景帝人生的最后1年，依旧看不到祥和的景象。新年伊始，太阳和月亮一连5天都是奇怪的赤红色。12月不该打雷的时候打雷，太阳变成了紫色，5大行星逆行，月亮的运行轨迹也很不正常。总之，天上最重要的那7大元素，太阳、月亮和5大行星，古人称之为7正的，不但通通表现异常，而且异常的前无古人，匪夷所思。假如这些天象不是后人以讹传讹、夸大其词的话，那么当时上到帝王将相，下到贩夫走卒，一定惶惶不可终日，不知道明天会不会就是世界末日了。但汉景帝呢，似乎很淡定。尊正月发布诏书，再次强调以农为本的核心精神，把粮食的欠缺归因为务农的人太少，从事工商之类的末业的人太多了。病因找出来了，该怎么对症下药呢？那这一次给出的政策很有新意，而且力度空前。
说官吏如果征发或者雇用百姓开采黄金珠玉的话，那么与盗贼同罪。2000石一级的高官如果听之任之，那就同罪处置。正月甲寅日，皇太子刘彻举行加冠礼，标志着已成年。正月甲子日，汉景帝驾崩于未央宫，年仅16岁的太子刘彻继位，尊窦太后为太皇太后，王皇后为皇太后。从太子加冠到景帝驾崩，中间不过10天时间。看来景帝当时知道自己已经不久于人世，所以赶紧给太子举办成人礼，为接班做准备。有一件事值得补充交代一下，景帝有遗诏，大发赏赐，赐给达官显贵倒没什么特别，放宫女回家免除他们终身的赋税义务，这也不算特别。特别之处是天下户百钱，这是世纪孝景本纪的原文，意思很可能是说全天下每家每户都能得到100钱的赏赐，就真是天大的手笔。当然景帝有这份心是一回事，至于这种规模的雨露均沾能不能真正的落实下去，史料就没有给出交代了。2月，汉景帝葬于阳陵。3月，新皇帝刘彻，也就是汉朝历史上最亮眼的汉武帝，做出了他登基以来的第一项安排，完全不是什么民生大事，也不是什么政府机要部门的人事调整，而是给母亲芒太后2个同母异父的弟弟封侯，封田汾为武安侯，田胜为周阳侯。是的，这怎么看怎么都是一个糟糕的开始。本年度的大事件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不过司马光又给出了很大的篇幅，综合引用司马迁和班固对汉朝自开国以来到汉武帝时代这段历史的综述和评价。先是盛赞文景之治的伟大成就，然后忆苦思甜，说刚刚建国的时候，从上到下都是一穷二白，连皇帝都凑不齐4匹毛色一样的马来拉车，将相还有乘坐牛车出行的，平民百姓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当天下平定之后，刘邦对商人特别苛刻，为的就是让全民投入农业生产。等到惠帝和吕后执政期间，对商人的限制虽然放宽了些，但还是禁止商人的子孙做官，政府开支量入为出尽可能的不去增加老百姓的负担。有爵位的人各有各的封地，并不依靠中央财政来供养。关东地区每年运送到长安的粮食只有几十万石，供朝廷官员消费而已。到了文帝、景帝的时代，清静无为，让天下恢复生机，皇帝还带头勤俭节约，所以只让武帝继位的最初几年，一连70多年国家无事，除非遇到水旱之灾，否则都是家几人足的样子。无论城乡仓库都是满当当的，国库储存的钱太多了，用也用不完，穿钱的绳子都烂掉了，粮食储备也吃不完，在仓库里一层一层往上堆，堆的都溢出来腐坏掉了。总之，国家很富裕，民间也很富裕，不但富裕，而且社会安定。一个基层办事员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又在过一辈子，职位的名称甚至因此变成了自家的姓氏。于是人人都很珍惜现在的生活，不敢轻易触犯法律。但是安定和富裕也会生出弊端，正是在这一时期，法网宽松，人民富裕，骄奢淫逸就开始了。随着土地兼并，土豪取代官府，成了本乡本土的话事人。至于皇亲国戚和达官显贵就更过分了，在物质享受方面竞相攀比，完全不顾理智，都跟皇帝平起平坐了。当然，盛极而衰，这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汉武帝一上台，局面就急转直下了。对内穷奢而极欲，对外开疆拓土，结果天下萧然，祖上几代人积攒的财力被消耗殆尽。如果我们只想对历史有个泛泛的了解，或者有个纲领性的了解，那么这段内容确实言简意赅，很有价值。但是社会是复杂的，人是复杂的，复杂的人书写复杂的社会，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做出准确的刻画呢？我们既然有了对史料逐年硬啃的基础，
再看这段中书，自然会觉得似是而非，疑窦丛生。最难理解的一点就是，文帝、景帝父子两代，又是内忧又是外患，怎么就一连几十年国家无事了呢？同样令人费解的是，汉景帝执政的最后这2年里，不是才下诏书说了粮食欠收，储备不足吗？但如果残力这时候就已经被消耗光了，又怎么轮得到汉武帝胡乱糟蹋呢？而如果国库的存粮和存钱结有那么多，多到穿钱的绳子都烂掉了，溢出来的粮食都腐坏了，汉景帝哪还至于颁布口吻那么严厉的劝农诏书呢？那么到底该相信哪些话？问题到底出在哪？我们下一讲再见。